Hello，你好，大家好，我是中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2021年7月9号这天，突然在游戏论坛版上看到《文明帝国6》白金版原价5093元，特价408元，将近92%的优惠，这不由得让人以为是不是标错价格了。在这个组合包里面，包含了游戏主程式，还有2款资料片以及6款 DLC， 原价5093元，现在下杀92%，只要408元，这会让你省下4685元。这样一不小心就让我切手指刷卡买下去了，而后赶紧花了1到2个小时下载将近20GB 的游戏内容，开始了一段文明帝国兴起与征服的旅程。如同先前看到网友之间的分享，这个游戏不枉大家的评论，果然是一款精神时光屋的游戏，一个不小心周末2天就消失了。从我深夜10点开启，到了隔天早上6点才因为窗外的鸟叫声赶紧关闭主机，乖乖的去睡觉。究竟它到底是一款怎么样的游戏呢？还有它又适合怎么样的人去游玩？就让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吧。首先，《文明帝国6》就如同 Wikipedia 上面标注的，它是文明帝国 VI， 这是一款回合策略制 4X 概念的游戏。所谓的 4X 就是 Explore 探索， Expand 扩张， Exploit 开发， Exterminate 征服。与它类似的游戏好比说像 Northgard，但是这个游戏在这里设定更为丰富多变以及复杂，这里强调的重点是设定是非常的复杂，换句话来说，这不是一款容易上手的游戏，但是却是一款值得深入游玩的好游戏。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有时间的人才适合玩，这边说的有时间是你真的要有10几个小时可以空下来玩的那一种有时间，因为你常常打开游戏之后，等你注意到的时候就已经过了10几个小时了。第二点，请先认清楚这个游戏既不是三国志威力加强版，也不是传统星海争霸世纪帝国那种即时战略游戏，这个游戏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半即时战略游戏，它会给你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你的下一步，也能给你足够紧凑的游戏节奏。它有着极度复杂的科技树、发展取向、资源分配、外交手段、胜利条件，让你能够透过多面向的方式取得最后胜利，并从游戏过程中获得其他游戏所不能取得的快乐。简单来说，如果你对策略游戏没有热情，请不要买。如果你以为它是 RTS 即时战略，请不要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去玩这款游戏，请你不要买，因为这样会让你无法深刻感受到这款游戏的制作用心、设定丰富。假若有一天有人问你说《文明帝国6》好不好玩，你一定会说我觉得不好玩，那我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要知道它的好是必须经过你付出时间，深度的沉浸在这个游戏之中，咬文嚼字的去看它的参数设定，逐行逐字的看完它的内容之后才可以感受得到。良心讲，就结论来说，我不推荐你买来收藏，因为没有必要，但是我推荐你买来好好游玩，因为它值得。好，以上简单说明，如果你已经得到你要的答案，就可以关闭这部影片啦。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还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下次再见。好，如果你还没有走，那就让我来说说，个人记住这只是我个人觉得哦，它的优点及缺点，希望对于有兴趣想要购买的人有一些帮助。它的优点，第一项，设定丰富，又或者是说非常复杂，它的设定极度的复杂，绝对不是一种对新手友善的设定。反过来说，这反而是这个游戏是好游戏的原因。特别对于喜欢复杂、贴近现实、注重组合、计算优先顺序、利弊关系的玩家，这就是这款游戏好玩的地方啊！有谁说一定要符合大家的胃口才是好游戏？这种设计狂的游戏，它不需要跟谁去证明它是款好游戏，而是它本身就已经是个好游戏，只是你喜不喜欢它而已。第二点，征服并不是唯一的胜利条件。该游戏提供了4种胜利的条件。第一个，宗教胜利，其他文明的城市有半数以上的信仰是你的宗教。第二点，科技胜利，走完科技树，建立宇航中心等等，最后在系外星球探索50光年。第三种胜利，文化胜利，让你的国外游客超过其他国内的游客。第四个，征服胜利，当然这个就最典型的，占领其他所有人的原始首都。所以你不见得要用武力征服其他的种族，不过上述这几种胜利的方式也并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达到的。第三点，注重与外国之间的相处，这也比较像是现实的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哪有可能你想要发动战争就发动战争？纵然你再强大，如果你的军事侵略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利益，那等你宣战的那一刻，就会同时将另一个国家甚至联盟拉入战场之中。这个游戏会注重平时的外交友谊，
互派大使，互有商人贸易，互有贸易协定，诺贝尔奖的争取，最后甚至还有定期的联合国会议。军事攻伐绝不是唯一国与国之间会发生的事情。第4点，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但这就是这个游戏的乐趣。以开局来说，你可以生产建造园去提升你领地里面的资源开发效率，你可以生产拓荒园去陌生的荒地建立新城镇，你可以生产侦察园去开启战场迷雾，你可以生产娱乐设施以提升居民的满意度，而且会影响到忠诚度，游戏中忠诚度过低可是会叛逃的。你可以生产世界奇观，透过提升观光旅游还有一些特殊的效果。你可以注重商业，透过资金购买单位甚至是无主之地。你可以攻打野蛮兵的营地来获得历史成就，甚至你可以花上几十个小时仔细的去看看每个技能、政策、兵种它的加成说明，且在心中盘算最适合你的战略方针。这些都是超级消耗时间的事情，但是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这个游戏最有意思的地方，而不仅仅只是战争而已。第5个，胜败绝不是一时之举。在游戏之中，一个文明的成败绝不会是因为一时被突破了而败亡，而是因为你在每一轮的游戏过程中，你做了每一个小决定，积沙成塔，才会成就你的领地大小、士兵多寡、强度高下、科技快慢、商业发达与否等等等等。这比一般的即时战略游戏来得更循序渐进、因果有道，也比三国游戏来得更有机会扭转乾坤。如果你有玩过《三国志11》，你就会知道，当你领地超过整张地图一半的时候，其实就不太需要继续玩下去了，因为你一定会破关。讲了这么多，再来说说缺点。第1点，越玩越慢。游戏是采用动态回合制，也就是在和平阶段一回合一回合之间的时间并不会太久，顶多2-3秒。可是当你玩到200回合之后，各个国家有它的拓荒人员、建造人员、商人、神职人员、战斗人员等等等等，往往一个回合都要等上10到20秒，这实在会让人家觉得等不下去啊。第2点，没有巨大的差异感，纵使有55个种族跟国家，因为它的游戏高度平衡，导致你无法明确感受到各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或许一开始有吧，但是当你玩到最后，满山满谷的科技啦、方针、建造询问，你真的有办法记得某一个种族它的优点是什么吗？而基于此优点，再依据各自的适性勾选适合的发展方针吗？到头来，要不就是下一步的无脑点选，要不就是从55个种族之中选择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种族，然后只针对它进行游玩。那这边就要试问一句，你需要买剩下2个资料片以及6个 DLC 吗？第3个是优点也是缺点，就是它的设定过于复杂，各项属性设定复杂，一来是提升了游戏的平衡性，二来也让初入游戏的玩家感觉到眼花缭乱了。到最后你实在很难用心的看每一个科技政策究竟在哪个阶段应该被先发展，或者是被优先勾选了。第4点，简化的战斗。这个游戏中六角形棋盘格的区域移动，并且它还限制了战斗部队不可重叠，当然后面是可以组队成一个比较大的部队了，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战术的精简化。我明白这类似战棋的设计，但现实上它跟敌人相接壤可能就只有3对3左右，到最后仅仅就是看兵种的时代是不是比较超前，以及兵种的强悍程度是否比较高来取得胜利。第5点，眼花缭乱的画面。如果你允许同盟、开放交易、开放边界，你会看到商人、神职人员、你的部队、你的城镇各个区域的各种数值全部都在同一个画面上。我虽然明白这些东西都有其必要性，但是当你玩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不太有能力去管理那些个别小数字及文字，到最后你就有点像是在安装 Windows 上面的软体，总之就是下一步的点选，你甚至不会记得你上一个回合到底勾选了什么东西。第6点，胜利的遥遥无期。这个游戏可以玩很久，反过来说也会让你感觉到胜利遥遥无期。基于各国之间的竞争角力，你实在不会很有把握自己在某一次的闪电战之后就可以完全歼灭对方，特别是后期的堡垒防御高的吓人。如果一队炮兵躲在堡垒之中，你光是要把堡垒打掉，你可能就要花上20-30回合，这会让我觉得我到底在玩游戏还是游戏在拖台前呢？好了，以上就是我针对《文明帝国6》到底是一款怎样的游戏进行了分享。如果你喜欢本次影片的内容，还请按赞、分享、订阅。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我是忠义，始终的忠，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又到
到了工商服务时间喽。我们家绘师小羊的耐贴图有去看过了吗？赶快扫描这边的 QR code 就可以看到喽。他的耐贴图创作就是咩的咩咩咩咩日常，有出1跟2。如果说这些内容有合你的胃口，还请多多支持。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创作的原动力，非常感谢您，拜拜。